大家好，比特币2年之前在 20K 左右 ，YouTube 视频希望家人们越跌越买，有可能比特币会是底部。很多朋友这1-2年也是一路跟着一起做多，因为有不下10几种或者是几十种指标可以用来判断比特币底部有可能会上涨，而且从底部起来已经是涨了3倍。不过这半年比特币确实是洗来洗去哦，但是前段时间低点交易群上面也是一起坚定在做多，我是相信比特币的顶部是还早哦，或者是等下来照顾一些空方的朋友，下一次底部怎么从 USDT 里面来寻找线索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社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红色的这条线我叠加的是 USDT 目前整个供应量的情况啊。那为什么我认为比特币的顶部还早？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USDT 的供应量，它是一直在呈上升的结构啊。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9年的牛市，这个 USDT 的供应量也是一直在呈上升的结构，特别是在这个位置，美国总统选举，拜登胜选为总统，后面的这个 USDT 的供应量，它也是呈指数级的上升的一个走势，钱来的越多，后面的价格比特币就涨得越疯狂。或者是可以看一下2015年当时在这个位置美国总统选举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这个 USDT 的供应量也是呈指数级的上升走势，那比特币后面价格是又涨了10几20倍。所以我们回到比特币现在的价格走势，或者是单看这个 USDT 的供应量，它是在呈上升的结构，希望空方的朋友尽量不要去看空比特币。那如果你要看空比特币，等下来讲一下有发现一个线索，真的要看空比特币底部的位置，你到时候要怎么抄底？我知道很多朋友有可能是今年听说比特币涨了才进场的这个比特币，所以有时候交易是反人性的，就是如果大部分的人在看空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去买入比特币啊。就比如之前当时这2个低点，特别是 49K 的低点，或者是也是有跟朋友们提到，比特币自 16K 开始，或者是这个位置 25K， 你去连起来一条趋势线的支撑，有可能这个位置 49K， 或者是包括上一次的 53K 也是跟朋友们提到，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黑天鹅的趋势线。你不要去管美国那边的失业率，有可能越恐慌的位置你应该去买入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社群比特币的这个小组，之前比特币跌到 49K， 也就是8月5号的时候，当时交易群上面是给了很多观点，或者是这几个记录我是有编辑过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没有编辑过的记录，比如这条记录，我是认为有钱应该贪婪的，有可能 49K 就是底，或者是后面也是在通知朋友们，你做多的话，不然尽量 49K 去做多。所以我们回到比特币周线的图表，就是大部分人在看空的时候你要去买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年之前，或者是从这个 USDT 的供应量，我们可以去判断它供应量在下降的时候，是不是代表很多人就是在看空比特币，有可能没有人要这个 USDT， 那你反而去观察一下，当时这个 USDT 的供应量是呈大幅度的下降啊。历史的经验，2019年当时比特币这个位置的底部，可以观察一下 USDT 的供应量也是大幅的下降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就现在的比特币，或者是这个位置大幅下跌，底部抄底完以后，目前的整个 USDT 的供应量是一直在呈上升的结构，也是跟大家提过，或者是时间的周期。我们从 15K 的底部计算一个时间的上涨，将来涨到几十万美元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时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100天左右，或者是2025年的10月份，我们到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当时从底部的时间开始计算，
到后面这个 69K 的顶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时间也是1100天左右，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，当时这个位置底部开始上涨，到后面这个顶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时间也是1100天左右啊。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，就现在的比特币，我个人认为比特币的顶部应该还是很早，而且美国总统选举时间目前是还有10天的时间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Polymarket 上面美国总统目前选举的预测，或者是特朗普目前的胜率已经是接近64%。那我是希望朋友们还是一样，不要去看空比特币，短期有可能是在盘整，整个中长线还是尽量看10万美元以后，到时候越涨越高的位置，我们到时候小心一点，或者是根据日线的图表判断比特币有没有高位的分享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昨天没有跟大家讲啊，就是现在我们尽量看整个中长线，比特币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上升趋势。如果 49K 或者是这个 53K 附近，以及上一次这个位置大约是在 59K 附近，它是有一个上升通道的趋势存在在这边。那几个高点的位置，这一次2个高点的位置也是非常接近，就是这个通道平行的位置。短期有可能涨多了是在盘整，但是整个中长线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比特币尽量看涨，或者是我们看一下链上鲸鱼的数据，包括日线的图表。昨天这个位置短期是有一点压力啊，就是这2根有一些空方的朋友认为是一个空头的吞噬，但是我的观点可能整个中线都是在盘整，或者是盘整区间的压力。那这一根大长 K 棒它下跌一半的位置也是一个压力，所以短期昨天是有一个上灯线啊。那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下链上鲸鱼的数据，很巧妙啊，鲸鱼也是在做反向的操作。比如10月24号这一根上涨的收盘大涨的时候，持有100枚以上的鲸鱼它是在转出，但是大跌的时候就是这个低点的位置，10月23号鲸鱼是在流入。所以这2天一进一出，那我的观点有可能短期这个位置还是在盘整，或者是很重要的支撑。前面一个 66K 判断不准，但是 65K 现在是支撑住，而且昨天也是收盘是一个多头的吞噬。不过我的观点跟这一个位置一样啊，有可能不一定要看吞噬，就是涨多了它有可能目前是在盘整，或者是不是就是在等待美国那边的选举，特朗普胜选以后，到时候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，反正整个中长线还是尽量看涨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订阅我们。